随着俄乌战争进行到了第6个月，俄军再次传来噩耗。就在当地时间8月2号下午15点20分左右，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发生了4到7次大爆炸，所产生的巨型蘑菇云在20-30公里外都清晰可见。不久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就向外声明，造成本次爆炸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场人员违反消防规定，从而造成临时储存区的航空弹药连环爆炸。不过，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不是乌军对于俄军的又一次强力反击呢？经过这次爆炸之后，又会对俄军造成哪些影响呢？别急，跟着大兵一步步往下看。根据俄军就向外宣称的消息，此次爆炸造成1人不幸遇难，另外有9人被爆炸破片所伤，机场附近的一些居民房屋也严重受损。而有趣的是，俄军宣称并没有造成任何的航空设备损失。事实真的如此吗？由于此次爆炸是发生在白天，而且该机场位置就在海边，所以大爆炸的过程被众多俄罗斯民众目睹并且拍摄了下来。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就流出了萨基机场内部人员拍摄的一小段视频。根据视频中的画面显示，萨基机场停机坪上一架苏24M 战斗机严重损毁，大半个机身已经被完全炸毁了，再加上经过剧烈的燃烧，依稀只能通过扁平的雷达罩和高耸的单垂尾来辨认。而现今驻扎在萨基机场的军队是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航空兵第43独立海上攻击航空团，该团配置有12架苏30 SM 战机、6架苏24MR 侦察机和6架苏24M 战斗轰炸机。根据当天上午11点10分所拍摄的卫星照片来看，萨基机场发生爆炸的时候，机场内停放有12架苏24M 战斗轰炸机、10架苏30 SM 战机、1架图134以及1架伊尔76MD 运输机等等。图片中呢，这架损毁严重的苏24M 所在的区域一共停放有6架飞机，剩余5架为2架苏24M 和3架苏30 SM 战机。如果从这架苏24M 的损伤程度来推断的话，并且爆炸发生的时候，其余的苏24M 和苏30 SM 没有出动执行任务的话，那么其余5架飞机大概率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可以这样说，经过这次爆炸之后，俄军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失去一部分对乌军实施空袭的武装力量。那么萨基机场对于俄军有多重要呢？目前该机场呢属于俄罗斯海军，不过在俄乌战争之后还驻扎了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部队。该机场大概部署有60余架战斗机，包括有苏30 SM 和苏24M。机场位置距离乌克兰敖德萨的直线距离大约只有300公里，距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更是只有100多公里，是俄军控制乌克兰南部地区和亚速海的重要空军基地。自从俄乌战斗开始之后，俄军的战斗机和前线轰炸机大多数都是通过萨基机场对乌克兰发动空袭的。另外，该机场作为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军用机场的同时，还是俄罗斯海军重要的岸基航母训练基地，曾经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尼特卡陆地航空母舰训练设施。尼特卡系统是俄语的缩写音译，学名为航空母舰舰载机陆地综合飞行训练系统。该航母训练系统最早建于苏联时期，是用于实验航空母舰保障的系统，可以训练飞行员在航母上的起降。那么为什么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要在陆地上训练呢？其实一整套的航母系统里面必不可少的就是舰载机陆上模拟训练系统。由于在航空母舰上起降和陆地起降差别很大，加上舰载机执行的任务更为多样化，所以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难度远比陆基飞行员大得多。一般来说，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大都是从陆地模拟甲板开始的，直到熟练后才能到真航母的甲板上练习。一旦拥有了陆上训练系统，便能够为航空母舰源源不断地培训合格的舰载机飞行员，以此使得航母拥有真正的战斗力。该基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早期，那时候的苏联海军开始发展水平起降舰载机的大型进攻性航母。最初设计是使用蒸汽弹射器来起降舰载机，后来由于苏联海军要求首先把大型航母配属在北海舰队，用于掩护弹道导弹、核潜艇，而靠近北极圈航行的低温却导致设计师在研制蒸汽弹射装置方面呢碰到了技术门槛，
加之受到英美国家的影响，便改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滑跃版起飞方式。苏联涅瓦船舶设计局在70年代末设计了 T1 型地面滑橇起飞甲板，该滑跃甲板高为5米，长60米，宽30米，跑道尽头装有升角为8.5度的弧形跃飞甲板。到了1976年，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萨基空军基地开始修建一座大型舰载机陆上模拟训练系统，该系统包括了 T1 型地板滑橇甲板、斯维特兰纳拦阻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等设施。此外，还有完全仿真的航空母舰甲板，由起飞滑跃甲板、光学和无线电着舰引导系统组成。整套系统呢都是全金属结构，其甲板与地面齐平，地下共有3层，大约使用了12000吨钢材，并且建有模拟航空甲板的停机坪、滑行道、跑道、机库等常规设施。此系统在1982年正式投入使用后，便把这套系统命名为尼特卡。苏联海军同时还在新罗西斯科和巴库建有相对规模较小的航空母舰模拟甲板。从某种意义上说呢，尼特卡就是一艘陆上航空母舰。后来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尼特卡训练中心便由乌克兰接管，俄罗斯则是将参与实验的绝大部分舰载实验机都转移到了莫斯科。由于乌克兰一直没有航母，导致尼特卡训练基地一度被停用。之后，根据1994年签订的俄乌双边协议，俄罗斯便将乌克兰境内的尼特卡海军飞行员训练中心作为自家海军飞行员的训练场所。当然了，这并不是免费的，俄罗斯海军每年必须支付给乌克兰50万美元。不过这笔钱呢，并不包括尼特卡的运行费用和设备零部件费用。到了2007年时，使用费用涨到了每年200万美元。1994年，随着北方舰队第一支苏33舰载机团第297独立团的建立，由于其基地北莫尔斯克3机场只能进行常规的陆上起降科目，所以该团在1994年7月每年夏天都要到尼特卡进行近2个月的训练。直到1998年俄乌关系恶化，乌克兰首次禁止俄军使用尼特卡进行舰载机训练。直到2004年俄乌关系缓和后，第279舰载团飞行员又来到了尼特卡从事训练。2004年7月的月度训练期间，俄罗斯飞行员就进行了19个飞行日，526次飞越着陆拦阻装置，551次着陆接地，167次拦阻着陆和62次弹射助推起飞。由此可见，尼特卡训练系统对于俄罗斯保持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战斗力的重要性。不过，由于训练系统受制于乌克兰，所以直到2004年，俄罗斯海军也只是培养出了18名合格的苏33舰载机飞行员。到了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俄乌关系又一次恶化，导致俄军再次被禁止使用尼特卡系统。后来，俄军心想，这可不能一直被乌克兰卡着脖子呀。于是，在2014年，在一场短促的军事冲突之后，俄罗斯直接从乌克兰手里夺取了克里米亚半岛，获得了尼特卡航空母舰训练中心的永久使用权。至此，俄军舰载机飞行员才继续得以进行模拟训练。不得不说，这行为很毛熊。近些年来，由于俄军的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一直处于大修状态，尼特卡系统便成为了最接近真实条件的训练设施，对于俄罗斯海军航空兵来说极为重要。虽说俄军的第2套尼特卡系统已于2018年底投入运行，但是在2021年初，俄军又对该基地进行了现代化升级改造，预计到2023年才能再次投入使用。也就是说，随着这次萨基机场的爆炸事故，俄军又将会有接近1年的时间无法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在萨基空军基地爆炸和受损的第一时间，俄罗斯方面呢就否认了遭遇乌克兰军队的袭击，但是该说法也遭到了外界的质疑，因为在此之前，俄海军黑海舰队的莫斯科号沉入黑海，俄罗斯国防部就曾经否认遭遇乌军反舰导弹的打击，声称是自家弹药库爆炸引发了船体倾斜沉没。结果后面就被打脸了，确实是被乌军的海王星反舰导弹所击沉的。而这次俄罗斯也是声称是机场弹药库爆炸。而有意思的是，就在萨基机场出事故的当天，俄罗斯宣布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下的核武器核查机制。俄罗斯国防部的意思就是暂时退出了核裁军核查机制，是由于美国的阻挠。那么大兵怎么感觉毛熊有点心虚呢？
那么这次爆炸到底是不是乌军所为呢？大兵认为还是有可能的。首先来说呢，就在萨基军用机场爆炸的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便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乌克兰必将会拿回目前被俄军暂时控制的一切。而乌内政部前顾问也在 Telegram 上写道，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射程为200到300公里的导弹已经在我们国家服役，正在被我们国家使用。今天在克里米亚萨基机场发生的爆炸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不排除乌军发动突袭的可能性。此前乌克兰官员就曾经多次发出威胁，要袭击克里米亚的目标，里面就包括了刻赤海峡大桥。根据现今赫尔松地区的最新战况可以看出，乌军最靠近克里米亚半岛的前线阵地距离萨基机场直线距离大约在220公里左右。这个距离的话，我们首先可以排除原点 U 型弹道导弹，因为该导弹的最大射程也就120公里，就算是乌军将其拉到最前线，那也打不到。至于美军秘密提供的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它的最远射程呢，也只是150公里，依旧差得很远。因此，乌克兰军队大概率使用的是 M142海马斯火箭炮打击该基地。这里大家可能会疑惑了啊 ，M142火箭炮的最远车程也只有70公里，又怎么能打击220公里外的萨基机场呢？那便是因为 M142火箭炮除了能够发射227毫米火箭弹之外，还可以发射300公里射程的 ATACMS 战术地对地导弹。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目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了20套 M142火箭炮。之前乌军就曾经多次使用 M142打击俄军控制的区域，甚至包括打击核电站。而这个 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一共是有5个子型号，分别是 M39、M39A1、M48、M57以及 M57E1。其中 M39和 M39A1 是早期的型号了，现今已经全部升级为了 M57E1 型号，所以实际在使用的就是 M48、M57以及 M57E1。在性能方面，这3个型号基本是差不多的，极限射程呢也都是300公里左右，制导也都是采用了惯导加 GPS 修正，打击精度可以缩小到9米以内。战斗部使用的是221公斤的 WDU-18B 半穿甲高爆战斗部。不同的是 M57E1 配有空爆引信，能够增大对地面目标的杀伤效果，所以从射程和威力上来说呢， ATACMS 用来打击萨基机场那是轻轻松松。虽说美国之前是拒绝向乌克兰援助 ATACMS 的，但是主要原因呢是不想太刺激俄罗斯。现今随着战局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武器援助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国会议员艾里莎·斯洛特金曾经在7月份向媒体表示，国会众议院2党都支持向乌克兰援助 ATACMS。由此推测的话，乌军很可能在7月下旬就已经秘密得到了该导弹。另外，考虑到上个月底黑海舰队总部受到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一事，也不能排除乌克兰特工渗透至萨基机场，使用小型自杀无人机偷袭萨基机场的可能性。要大兵说如果这次真的是安全事故，那只能说明俄军干活真的是很粗糙。自从俄乌战争以来，关于俄罗斯军事设施的爆炸和火灾事故已经发生了有好几十起了。比如在俄乌战争早期，俄罗斯国内就发生了兵工厂爆炸事件。当时的俄军第3军用兵工厂刚爆炸没几天，东南部的库罗夫斯科耶地区和莫斯科附近的兵工厂便发生了大爆炸。之后，远东地区的兵工厂也发生了爆炸，再加上国内几乎天天都有军火库爆炸事件，如此密集的生产储存军事弹药的区域发生爆炸，无不体现出俄军极差的后勤维护能力。此外，俄方媒体还曾经拍摄到俄空天军苏34轰炸机今年4、5月份在其他机场的战斗部署状态。图片中呢，那些随地乱放的各种炸弹和导弹就这样堆在战机旁边，大兵忍不住会怀疑，真的不会意外引爆吗？此外，俄军黑海舰队今年可谓是连遭重创。3月份在乌克兰损失了一架苏30 SM， 不久之后，旗舰莫斯科号也在黑海沉没。好不容易在海军节阅兵式上有了点自信，结果呢，海上阅兵式又被乌军自杀式无人机给破坏了。再加上黑海舰队的萨基机场又发生了大爆炸，要说最终损失在5到6架苏24和苏30 SM， 那可真的就是伤筋动骨了。
总结来说呢，在不清楚爆炸的真正原因之前，乌军的可能性一定是最大的。而经过这次爆炸事故之后呢，俄军大概率会减缓对各地区的军事行动。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那么大家认为这次爆炸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想了解更多，记得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